一对老夫妇在家中惨遭毒手，两人身上有128处伤痕，可以说处处致命。他们的身体被利刃划开，脏器被掏出，脂肪被割下，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警方紧急出动，却未能在现场发现任何有用线索，指纹、脚印、凶器、监控录像、目击证人，通通没有。侦查工作就此陷入僵局。一通神秘的电话却带来了重要线索，年仅15岁的丹尼尔成为了这起案件的最大嫌疑人。可他真的就是策划这一切的真凶吗？欢迎来到老何开枪，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美国加州戴维斯的真实又疯狂的案件。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受害者诺瑟普夫妇这来头可不小。诺瑟普出生在1925年，二战时呢，他曾经是美国海军一员。二战后，他回到校园考取了加州大学的法学专业，并在毕业后担任加州检察官。直到遇害前，他仍旧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他的妻子克劳迪亚同样是赫赫有名，不仅是戴维斯基督教堂的牧师助理，还是当地戏剧界的大佬，拥有众多粉丝。70岁那年，诺瑟普在教堂认识了59岁的克劳迪亚，两人一见钟情。在众人眼中啊，这对夫妻一定可以携手走过这幸福的一生。可就在2013年的4月14号这天，意外发生了。当天上午，诺瑟普夫妇缺席了礼拜会，这引发了教会工作人员的担忧啊。不过考虑到诺瑟普已经是87岁了，偶尔身体不舒服呢，那也算正常。可到了下午的乐队表演环节，人们却还是没有等来诺瑟普夫妇的身影。要知道啊，这诺瑟普啊是当地教堂乐队的吉他手，以往的每次演出他都会参加，这一次怎么会突然缺席呢？想到这里啊，教会的工作人员就越发的不安了。他们立即就联系了诺瑟普夫妇的孩子们，然而孩子们呢也不知道这老两口干嘛去了，家中的电话无人接听，朋友们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此时他们还没有往最坏的方向去想，那毕竟谁会对这样两位友善的老人家下手呢？只有他的女儿劳拉放心不下，在始终联系不上父母之后报了警，带着警员赶回家中。等他赶到家，看到是大门紧闭、黑灯瞎火的这房子呀，心里瞬间就凉了半截。他就意识到这父母可能真的出事儿了。劳拉上前摁响了门铃，没有人回应，屋内是寂静无声。在屋后呢，他发现了一扇被划破的纱窗，这破洞目测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出。令劳拉害怕的是，就这扇窗户正对着父母的卧室。劳拉急忙跑上前去，透过窗户，她看到了一滩鲜红色的痕迹。紧随而来的警员们拿着手电照射屋内，黑暗被驱散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在场的所有人。约瑟普夫妇面无血色地躺在卧室的地板上，他们身上布满伤口，衣服破烂不堪，肚子上有一个大洞，脏器呢已经被掏出，散落一地。这场面呢，您就别想了，那叫一个惨呐！法医还在他们夫妇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只手机和一个水瓶。诺瑟普的孩子们呢，也纷纷的赶了回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已经87岁的父亲和76岁的母亲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他们愤怒地要求警方彻查此案，一定要让凶手受到惩罚。可警方在仔细勘察了犯罪现场之后，却发现要想破案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除了那个被划破的纱窗外，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跟凶手有关的线索。
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凶器，附近也没有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只能靠身检记录推测出2位老人遇害于4月14日凌晨左右。另一边，警方在了解了诺瑟普夫妇平日里的情况后呢，也排除了寻仇的可能。至于抢劫、盗窃、熟人作案等等推测也被排除，因为现场没有任何破坏及翻找财物的痕迹，除了老人的卧室，凶手都没有去过其他的房间，而且老人的银行卡也没有任何异常记录。凶手似乎是随机作案，2位老人恰好不幸地成为了他的目标。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犯罪痕迹，没有目击证人，这样的3无案件让警方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侦查工作呢就此就陷入了僵局。没有人知道这侦破的方向在哪里，只能是寄希望于这凶手自己露出马脚，或者是说有知情人可以敢于站出来揭露这一切。可是根据凶手处理犯罪痕迹的手段来看，那可以说是心思缜密，滴水不漏，他怎么可能自己露出马脚呢？可正当警方陷入绝望时，转机出现了。2013年6月16日，在诺瑟普夫妇遇害的2个月后，戴维斯警局突然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稚嫩的声音，他们告诉警方，他有关于这起遇害案的重要线索，甚至知道凶手就是他们的好友，年仅15岁的丹尼尔·威廉·马神。这是2个月后警方得到的第1条线索。即使他们认为这个凶手只有15岁这件事儿呢有点荒谬，还是第一时间将报警人请到了警局，做了进一步调查。这位报案人透露，他和丹尼尔是戴维斯高中的学生。在诺瑟普夫妇遇害后，这丹尼尔就到处吹嘘他是凶手。不过当时呢，没有人相信他。受到嘲讽后的丹尼尔一气之下详细地描述了他的犯罪过程，告诉朋友们他是如何将这个诺瑟普夫妇给干掉的并表示呢，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感觉。面对朋友的质疑他还拿出了几件物品包括一把利刃、手套及夹克，这上面都沾满了红色印记。这让朋友们是心惊胆战好家伙呀，这小子是玩真的呀，这是。不过呢，出于丹尼尔有可能会灭口的恐惧朋友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只是将这件事儿通知了学校。学校找到丹尼尔进行了谈话，这时候他却改口说呢，这一切都是在吹牛就这样就给糊弄过去了。从这以后，丹尼尔是越发的不正常，经常是拎着一把利刃在校园里头是转来转去。丹尼尔的女朋友也因此与他分手了。惊悚的是呢，这个丹尼尔半夜从窗户跳进了女友的家中，拿着家伙就威胁女友不准分手否则呢就要灭口。这让他的女友担心起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偷偷的呢就将这件事儿告诉了丹尼尔的几位朋友。他们商量过后选择了报警。警方本来呢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可当听到报警人提到丹尼尔曾经透露他在受害者的这肚子里塞了点东西后，警方瞬间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害怕引起恐慌，警方从未对外公开过这些犯罪细节。丹尼尔又是从哪儿知道这一点的呢？难道他真是警方寻找多日的变态狂魔吗？警方行动起来了，很快，关于丹尼尔的详细记录就呈现在了办案组的面前。这份记录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资料显示，丹尼尔出生在1997年5月，2008年时呢，曾因为使用心脏复苏术拯救心脏病发作的父亲而获得美国红十字会英雄奖。
也正是那一年啊，因为母亲出轨幼儿园的教师，这父母的婚姻破裂了。在这之后，丹尼尔就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暴力倾向。他开始幻想着除掉那些他憎恨的人，尤其是那个破坏了他父母婚姻的幼儿园教师。他还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连环杀手啊，并在接受心理治疗时表示呢，自己时常有折磨人的这些幻想。因为这一表述，丹尼尔呢被确诊为情感障碍，开始接受治疗。可惜的是，虽然治疗比较及时，但丹尼尔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为了医治病情，医院给丹尼尔开了抗抑郁药物，要求他是每天服用。在使用了药物之后，丹尼尔呢开始稳定了下来，并在2010年顺利出院。但在出院后，丹尼尔却放弃了药物，转而使用酒精和违禁品来放飞自我，并因此患上了厌食症。他的这个心理和生理啊都逐渐的病态化。2012年，丹尼尔的暴力倾向越发严重，因此呢被警方要求强制住院。但这并没有抑制住丹尼尔的疯狂想法。2013年初，就在诺瑟普夫妇遇害前不久，丹尼尔告诉学校的心理老师，他打算残害同学的想法，表示呢自己已经放弃了同这些幻想做斗争，并完全有信心会伤害这些人，甚至呢生动地描述了将如何折磨人，包括但不仅限于剥皮、断手以及割掉眼皮等等手段。学校第一时间就向警局报告了丹尼尔的这些惊悚言论。然而学校的报告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警方在核实了情况之后，就以丹尼尔呢没有实施进一步的犯罪能力，以及没有确定的受害者，就没对丹尼尔采取控制手段，只是嘱咐他坚持服药，之后就再没有过问此事。现在看来，丹尼尔最终还是将心中的可怕想法付诸了行动。在确认了丹尼尔的嫌疑后，警方立即出动将他抓捕归案。起初丹尼尔并不承认他谋害了诺瑟普夫妇，并试图用哭泣来获得警员们的同情。最终经过长达了3小时38分的审讯后，丹尼尔扛不住了。原来自2012年2月份开始，丹尼尔就已经失控了。他开始对小动物下手，并当着朋友的面了结了一只猫还询问朋友可不可以处理掉他的狗。随着时间的推移丹尼尔是越发的抑制不住这些疯狂的欲望。他受够了束缚自己，他决定实现自己残暴的幻想。4月14日凌晨，丹尼尔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在鞋底贴上了胶带，戴上了手套，以避免留下脚印和指纹。凌晨3点，丹尼尔开始在戴维斯的街道上游荡，寻找一个可以方便他进入的房子。在检查了40-50个房子之后，他终于在父亲家附近的一座公寓找到了一扇开着的窗户。此时卧室内传出了一阵阵鼾声。丹尼尔小心翼翼地划开了纱窗，爬了进去，但他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站在床边，他盯着床上那对熟睡的老夫妇足有10分钟。此时他并不是在犹豫，而是在想着如何处理他们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感。在供述中，丹尼尔表示这时候他十分紧张，但是更加兴奋。就在这个时候，克劳迪亚醒了过来，随即就发出了尖叫和求救声。丹尼尔立即扑了上去，用利刃刺进了克劳迪亚的胸膛，并在诺瑟普醒来之后，顺手也给了他致命一击。在确认2个人断气后丹尼尔并没有停，而是足足在他们身上刺了128次，才
暂停了动作啊，但也仅仅是暂停。紧接着呢，他就做出了会引起大家不适的那些残忍行径啊，细节咱们就略过吧。在审讯过程中，丹尼尔表现出了极其兴奋的姿态。他表示呢，行凶过程给了他有史以来最愉快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随着对方的反抗而越发强烈，足足持续了数周时间，帮助他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找到了这个校园之星的这种感觉。为了纪念这起犯罪，他将那把凶器和犯罪时穿的衣物全都保存了下来，并且还计划了下一起犯罪。他表示呢，已经决定这一次要用棒球棒来体验一下。丹尼尔的疯狂供述令在场所有的人是背后发凉啊！当警方问到是否对犯罪行为感到后悔时，丹尼尔表示：“我一点都不后悔，也不同情他们。”并告诉警方，他有着毁灭所有人的想法，并描述了将来会如何干掉审讯人员的一些方法。丹尼尔的疯狂行为毫无疑问已经就不是个正常人能表现出来的了。经过医生的诊断，这丹尼尔被确诊为精神病。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不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然而，面对丹尼尔这个辩护团队提出的无罪辩护呢，这法官级陪审团还是犹豫了。检察官表示这起案件是完全有预谋的。从丹尼尔考虑了如何避免留下脚印、指纹以及躲避警方调查的行为上，就能看得出来，这并非是他发病时期发生的无法控制的行为。最终呢，法官在听取了许多证人，包括警方、法医及丹尼尔的朋友们的证词后，认为丹尼尔在实施犯罪时是理智的，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判处其52年刑期。根据加州的法律规定呢，丹尼尔可以在服刑25年后假释出狱。可即使是这样呢，丹尼尔还是不满意，他还是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惩罚，并以2016年加州新出台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为由，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案件。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法不溯及既往为由驳回了他的请求。这起案件到了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幸好这丹尼尔被逮捕归案，不然这戴维斯的人们可能再也无法睡一个安稳觉了。在这里呢，老贺也要说上一句，对于心理问题千万不要忽视，尤其是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更要维护好。这小问题也有可能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演变成大问题，最终影响孩子的一生，甚至说危害社会。好了，您有什么看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